你在干什么？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司藤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可以。你可以？无论是人，还是异族，还是外星人，还是阿凡达，司藤，只要是你，我都可以。你可以什么？这一路走来，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很多事情我可以和你一起。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全部做到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但是我不希望你跟白银合体，我不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你。我喜欢的就是眼前的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希望我和你可以真正的合为一体。司藤，我喜欢你。哪怕你是白鹰的后代，你也可以不在乎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其实你是白鹰之后，或者是异族，万物在我眼中，不过都只是顷刻一瞬。可你一直心心念念做个完整的人，人可以不在乎此事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白鹰之后呢？你若不是，为何你的血会让我复活？你若不是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达那？秦风，你当真可以不在乎吗？司藤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秦放，你看，一物一迹，一迹一生啊。什么？他们啊，人类、动物、植物，一切有生命的物种的存在，都是为了延续，倾其所有，哪怕为之付出生命。生命的延续是有意义的，可异族呢？存在的意义又为了什么？
可人类跟异族终究不可能。别走！我干什么你王宪宽？我干什么？刚刚明明是你抱着我。我抱着你？好像是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做了个梦。你刚才做什么美梦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没事，你多晒晒太阳，对身体好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实验。我看他做实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陪我去走走吧。这些鱼可真幸福啊！是因为自由自在吗？是因为它们可以一直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。斯特，你知道同类是什么意思吗？其实这与物种无关。你看它们始终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，并且会相依相伴地走下去。我认为这才是同类。相依相伴。那照你的意思，那条独自逆流而上的鱼，跟其他的就不是同类吗？这条鱼不过是有它自己想去的方向，和别的鱼不同罢了。其实它所缺的，只是一个同样想要逆流而上的同行者，所以它是孤独的。但好在，我们不是。这么美好的意境，你好意思破坏吗？我也不好意思啊。可是斯腾小姐交代的事，我能不做吗？唉，光天化日确实很难下手。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？要是黑灯瞎火，倒是有机可乘。什么地方黑灯瞎火？电影院。斯特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无糖气泡水。他们也是一种外星族群吗？是这么回事。这电影可有意思了，说这外星，斯通小姐，您长得不这样，好好看你的电影。
一个身残志坚的地球人爱上一个阿凡达，你说审美不一样，他真的能接受吗？换作是你呢？你刚跟秦放说什么了？他这么激动。什么我说什么？不你说的吗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一个地球人爱上一个外星人，审美不一样，他能接受吗？你在干什么？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司藤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可以，你可以？无论是人，还是异族，还是外星人，还是阿凡达，司藤，只要是你，我都可以。你可以什么？这一路走来，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很多事情我可以和你一起，我之前答应的事情我都可以全部做到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但是我不希望你跟白银合体，我不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你。我喜欢的就是眼前的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希望我和你可以真正的合为一体。司藤，我喜欢你。哪怕你是白鹰的后代，你也可以不在乎。你说什么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其实你是白鹰之后，或者是异族，万物在我眼中，不过都只是顷刻一瞬。可你一直心心念念做个完整的人，人可以不在乎此事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白鹰之后呢？你若不是，为何你的血会让我复活？你若不是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达那？秦风，你当真可以不在乎吗？司藤，我可以不在乎你是人还是异族，只要你是司藤就可以。可是现在你告诉我我是白鹰的后代，
所以，我可以不在乎，但你作为人，终究还是在乎的。你说，这活生生一个人，要我在他身上抽点血，有那么容易吗？这有什么可难的呀？有本事你上，你就找准机会，稳准狠，不就齐了吗？这任务又不是司藤小姐交给我的，是你师傅交给你的，怎么着还想违抗师命啊？我扎你信不信啊？王谢坤，你别动我！到。我问你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血缘关系？啊？啥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我和司藤是否有血缘关系？用你们科学的办法行吗？可以。抽血。抽血。来。赶紧走啊！抽血去。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哎，到底什么时候飞啊？司藤感觉快不耐烦了。你去跟他说，流量控制，飞机得等。我是鸽子嘛，给你俩送信儿，有啥话自己和他说呗。你去不去？我去。不是，你俩闹别扭，拿我撒什么气呀？你把这个元气森林给他，告诉他这是无糖的，不会胖。啊。多大了还使小性儿，幼稚。放说还得再等会儿，他给你拿水。秦放非要跟我换座位。我觉得秦放最近啊，非常的不对劲。他现在连话都不跟你说，以前哪敢这样？那也就怼我。现在可倒好，脾气那么暴躁，一天怼我7、8次，这还是秦放吗？简直是秦怼啊！这家伙不能真的要变异了吧？哟，司藤小姐，那你可得盯紧着点儿。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也就你能镇得住的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？你去跟秦放换个座位。那他要是不愿意呢？行吧。干嘛？司藤小姐让咱俩换个座位。不换。司藤小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你换也得换，不换也得换。你要是不愿意走着去啊，你就给她滚过去。啊，跟我哼什么呀？我就是个传话筒，有能耐找司藤小姐撒气去。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吧？啊？你甭管什么毛做的箭，司藤小姐射的箭，你就得挨着。
哎，你用不着跟我闹别扭。等到了宇航，完成最后一件事情，你就算是解脱了。就算我解脱不了，我也不希望你跟白银和解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呀？贾三误打误撞侥幸这件事情，从此举家迁徙，秦家被他害得无子，还得帮他养儿子，还得把他当成大恩人看。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把别人的孩子都不当人面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资格评判他，也不能用人类的道义来指责他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当时在达纳复活的是他而不是你，我是不会帮他的。哦，是吗？总之，你能不能别跟他和解？我念在你是因为刚知道自己的身世来历，心中难免会有波澜，所以一直不跟你计较。但是凡事要有个度，我应该做什么事情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我知道，找到白银的尸骨跟他合体，是你一开始就计划要做的事。但是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，你就没有一点点想要改变计划的念头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啊？你哪来这么多为什么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迟早要被体内赤散的力量给折腾死。你很想我死吗？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怎么可能想你死呢？我宁可我自己。这一路上，你对我还算不错，做事也比较尽心，但是我确实未曾料到，你竟然是白银和邵延宽的后代。你我之间虽然有这么一层渊源，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意义。之后你对我无需顾虑辈分之间的事情，还像以前那样相处即可。司堂，你以为这2天我一直在纠结我们之间的辈分？哎，算了，你爱跟谁合体跟谁合体，我也管不着，就当我是一片真心为了狗。秦放，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休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家太吵了，不住哪儿？他家别墅多清静啊！那你想住哪儿？随便。你的意思是随便哪边都比我家强是吗？你要在这跟我吵架是吗？没必要啊。行，你住我家，我住公司。我送他回去。那你呢？你咋了？我去公司，感冒了。花谢花飞，花满天。红绡香断，有谁怜？游丝软髻，飘春榭。落絮轻沾，扑绣帘。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事处。
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。严福瑞，闭嘴！忘了记忆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真不回来了？我一个人有点含糊啊。不了，他应该也不想见到我了。关键只有你做事，斯登小姐能满意，我差事儿了。不许对斯登小姐有任何见异之心，否则我……你借我俩胆儿，我躲还来不及呢，所以你赶紧回来吧。不了。得，那你和斯登小姐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不必了。没了。还挺默契。斯登小姐，你饿了吧？我让人送点吃的过来。随便什么人送的东西都敢吃，你嫌命长啊？这怎么话说的？照您这意思，大家都不用吃外卖了。斯登小姐，我觉得吧，咱们这个内心啊，不能那么阴暗。甭管是人还是外星人，都应该活得阳光、快乐一点嘛。行，你心里阳光，那你就好好利用这片阳光，查一查白鹰的尸骨埋在哪儿吧。我咋查呀？我心里的阳光又不是探照灯。之前没有注意到，这儿的地理位置确实不错，闹中取静，一开窗就是华丰塔。清晨是一湖静水披薄雾，傍晚是一抹斜阳上华峰。漂亮，好诗啊！文化人就是不一样。让我说，就是一盆洗菜水里站一大窝吧。跟你说这些，真是对牛弹琴。啊，斯诺小姐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吧。这冷吗？不应该啊。刚遇见您那会儿还是冬天呢，那会儿您就只穿一个薄的旗袍，脚踝都露着，我还生怕你得了关节炎呢。后来我一分析，您可能是耐寒植物啊。可是现在天气都转暖了，您怎么反而怕冷了呢？不能是病了吧？我给秦放打个电话。
你一天到晚怎么这么多话呀？安安静静的看会儿风景不行吗？而且你给秦放打电话有什么用？他来了我就能舒服了？不是司藤小姐，这么大个房子就住咱们2个人，您再不和我说说话，我活活闷死了我。司藤小姐，您是不是还要在这儿多住2天？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找到白鹰的尸骨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要知道还在这儿跟你这么多废话吗？还不赶紧找去！站着碍眼。你就是嫌我烦，大晚上让我找尸骨。再说一遍6加7得几？师傅怎么教你的？6、7、13，2把抓杆。记住了啊。5加4呢？9。对。我让你找的东西呢？又在这偷懒。哎，你看。阿姨好。谁是你阿姨？我喊秦放叔叔。如果我喊你漂亮姐姐的话，那你也得喊他叔叔啦。别，八方，这得单论。我想想啊，你确实不能叫阿姨。我算算。算什么算啊？就这样吧。哎。是的，阿姨，我师父说了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等我长大了，要好好孝顺你，陪你养老送终。你送我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大凡，司藤小姐那么硬朗，能把你孙子都耗到这，师傅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好好听院长的话。啊，师傅忙完工作以后就去接你，跟阿姨说再见了。再见师傅，再见阿姨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福利院啊？那儿的孩子都没爹没妈的，也怪可怜的。有吃有喝有穿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这么多玩具，不用逃荒讨饭，不用天天流离失所，更不用经历时时刻刻的炮火连天，哪儿可怜呀？啊，是，那要和您那会儿比，现在的孩子是挺幸福的，哪怕说是个孤儿，也能有吃有喝，啊，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，还有学上，多好啊！他们也算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司藤小姐，我觉得其实您这次回来也算是赶上好时候了。你看，玄门和异族之间不再打打杀杀了，大家都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多好啊！我觉得啊，您和秦放其实啊，我跟秦放什么？我觉得你俩可以。可以什么可以？手机给我。干嘛呀？学习。咋还急了呢？你和秦放怎么就不可以给我开个串串店？秦放出钱，我出力，你出气，多好。田福瑞，
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严福瑞，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司小姐，给我准备笔墨纸砚。哎，我手机那边完了吗？笔墨纸砚。秦放。嗯？你和司藤小姐试了一篇？没有啊。怎么还许伟跟我睁眼说瞎话了呢？那没视频，这打通了干嘛呢？浪费我流量，还是和司藤小姐相面呢？你怎么话这么多呀？还不去找笔墨纸砚？你看，说秦放电话就来了。哎，你自己拿进来吧，我跟司藤小姐正说事儿呢。好，秦放让我帮他拿东西。别瞎跑，赶紧回来。今天晚上要去华丰塔，别误了我的事。哎，大哥了，你咋想的？让我走这么老远？给。哟，什么呀这是？这鞋可够漂亮的，名牌，还没见过司藤小姐穿这样的衣服呢。开备箱。开什么备箱？没我的。什么你的？秦放，我不是稀罕你这些东西啊，我也不是小心眼儿，我就说你这人这个情商啊，你给司藤小姐大包小包买这么多东西，你好歹给我捎双袜子呀，礼节懂不懂？知道了，下次我给你买一整套行头，行了吧？不是，你不进屋啊？我不去了，公司挺忙的。那么忙？是，特别忙。忙的连走两步的时间都没有。没有。你怎么话这么多啊？秦放，你什么都不给我买，我不挑你，你大包小包让我拎着，我也就忍了。您好歹把车给我停门口行不行？这么远的路，兄弟，我穿的是拖鞋。你没看见啊？这路不够宽，我车开不过去。这还不够宽吗？过火车都行了。是你会开车还是我会开车？你以为路比车宽，我车就能开过去了？啊，是心比路宽就能开过去了。